人这一生真正的收尾，从来不是闭眼离去的那一刻，而是你心里的账开始一笔一笔结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人一上了年纪，身边的人不知不觉就少了，不爱串门了，懒得应酬了，连积了一辈子的人和事都慢慢淡了。外人说你孤僻，说你福薄，只有你自己心里隐隐约约感觉得到，这一生啊，好像快要完成某种交代了。从前非要争出个对错的公道，现在觉得没意思了。曾经放不下的旧人旧事，本以为要记恨一辈子，现在也很少想起了。甚至某些失联了很久的人会重新出现，把当年的一笔旧账，或者一句迟到了几十年的解释重新带回到你面前，可你心里也没了波澜，只觉得终于来了。与此同时，你心里总隐约有个声音在催，仿佛有件事必须做完，此生才能真正安定。这不是人老了的胡思乱想，而是说明你的人生正式进入了一个极其关键的阶段。老辈人常讲，命运就像一本生死簿，普通人这辈子的一页写完了，后面还有旧账要接着往下续。来生换个身份，换个家庭，大伙儿凑在一起继续纠缠，可有些人的因果却在这一生走到了大收尾的时候，生死簿上属于他的来世那一栏里的名字开始慢慢变淡了。我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心里会咯噔一下，会觉得害怕。诸位千万不要误会，这跟你阳寿长短没有半分关系，更不是什么死亡预告。一个人是不是走到轮回的最后一步，不看身体强弱，也不能靠晚上做几个奇怪的梦来瞎判断。他真正的意思是，你这辈子的因缘到了因果大清账的时候了。什么是因果大清账呢？就是老天爷觉得你这本账拖得太久了，不能再往下一世翻了。能被选中清账的人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反而要担大责任。你得让重复了几十年的痛苦、怨恨、纠缠到你这儿就打住，不能传给孩子，更不能带进下一轮回。可是很多人不懂啊，总觉得人死如灯灭，闭上眼睛两腿一蹬，所有的恩怨自然就一笔勾销了。这不就算清账了吗？我跟你们讲，因果如果真有这么简单，这世上哪里还会有轮回？如果闭上眼睛就能结账，为什么很多老人家明明到了晚年，本该安安稳稳享清福了，却突然遇到一堆麻烦事？有些老朋友就常常跑来跟我诉苦，说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对父母尽孝，对儿女尽心，怎么老了反而接二连三的吃大亏，受大委屈？要么是身体经常出毛病，要么是儿女在外面惹了祸，要我擦屁股。我天天磕头念佛，老天爷怎么就这么不开眼呢？我每次听到这种话都要跟他们讲，诸位啊，你们千万不要错怪了老天爷。如果你在晚年突然遇到这些不顺心的事情，这绝对不是老天爷瞎了眼在折磨你，这恰恰是老天爷在催着你结账，说明你的命运真正进入了大清账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外面欠了别人一笔巨款，现在你要搬家了，要去一个再也回不来的远方，那个债主知道了，他是不是得赶紧跑过来，连本带利的把你堵在门口讨债？咱们人生的因果也是一样的，当你的生死簿真的快要收尾，当老天爷觉得你这辈子有资格把账结清，不想再让你把烂摊子拖到下辈子的时候，你年轻时逃避过的责任，甚至上辈子欠下的亏欠，就会像约好了一样集中找上门来。为了让你们把这个账本看明白，
我给你们讲一件佛经里明明白白记录下来的一件事，你们听懂了这个故事，就懂了老天爷到底是怎么给人屏障的。在古印度有一个人名叫央觉摩罗，这个人早年的时候因为心智迷失，信了一个心术不正的坏师傅。那个师傅骗他说，只要你去杀够一定数量的人，你就能得到大智慧，就能升天。央觉摩罗信以为真，真的就造下了极其可怕的杀业，让城里无数的家庭家破人亡。后来佛陀亲自去点化了他，央觉摩罗这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他痛苦万分，当场就放下了手里的屠刀，剃度出家，跟着佛陀修行。从那天起，他彻底变成了一个清净平和的僧人，每天只是打坐修行托钵乞食。他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守住这颗好不容易找回来的清净心，再也不造任何恶业。可是因果的账本不会因为你今天变成好人，就把你昨天的欠条给撕了。有一天，央觉摩罗像往常一样，端着讨饭的钵盂走进了城里。这一下可不得了，城里的老百姓认出他来了，大家伙眼睛都红了，心想，这不就是当年害死我们亲人的那个大恶人吗？他现在居然披上袈裟，装起好人来了。整条街的人愤怒到了极点，大家顺手捡起地上的石头泥块，还有粗大的木棍，劈头盖脸的就朝他砸过去。诸位要知道，央觉摩罗当年可是个武功极其高强的人，面对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围攻，如果他想跑，谁也拦不住他；如果他脾气一上来，想要还手，这些老百姓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就是他面临的最大的考验。那一刻，漫天的石头砸向他，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今天自己躲了或者还手了，那说明自己心里的嗔恨和暴躁根本没有断绝。只要今天生出一丝一毫的怨气，这笔血债就永远还不清，下辈子下下辈子还要继续跟这些人在仇恨里滚雪球。所以央觉摩罗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选择，他没有运功抵抗，也没有转身逃跑，更没有开口辩解一句，他就那么平静地站在那里，任由那些愤怒的石头砸在自己身上。那场面是很惨烈的，他的僧袍被扯烂了，身上被砸得鲜血直流，手里那个讨饭的钵盂也被石头打得粉碎，他被打得摇摇晃晃，几乎站不稳了。但他始终没有皱一下眉头，也没有流露出一丝恶狠狠的眼神。最后他拖着满身是血的身体，跌跌撞撞地爬回了佛陀的身边。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委屈会抱怨的时候，央觉摩罗却看着佛陀，嘴角露出了一丝平静的微笑。他非常坦然地说了一句话，我的旧债今天终于还清了一部分。城里的老百姓一路追过来，看到这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被打成这样，哪怕面临死亡都没有还手，更没有咒骂。百姓们心里的那团怒火突然之间就散了，大家终于相信那个作恶多端的恶人是真的死掉了，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正在承受自己果报的修行人。这场原本生生世世都纠缠不清的血仇，就在他这坦然不反抗的一念之间彻底画上了句号。诸位老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你们心里作何感想？在佛法里面，这叫做异熟果，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秋天树上熟透的果子必定要掉下来砸中你。过去的因不管过了10年20年，时间一到熟透了，这个麻烦必定要落在你头上，你躲是躲不掉的。你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
有的人晚年借钱给亲戚，亲戚不仅不还，还反咬一口。有的人帮儿女带了一辈子孙子，最后儿女反而嫌弃你规矩多，脾气臭，这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气得浑身发抖，拍着大腿大骂对方没有良心，逢人就讲自己的委屈，甚至在心里赌咒发誓，非要老天爷把那个没良心的人劈死不可。可是我跟你们讲，当你气急败坏的咒骂，当你心里咬牙切齿想要报复的时候，你已经上当了。老天爷原本是把这个吃亏的事送过来，让你把过去欠的账清掉的，结果你倒好，账没清完，你心里又生出了新的怨恨。你这一骂一恨，等于在生死簿上又跟这个人签下了一张新下辈子的欠条。所以真正懂得因果大清账的人会怎么做呢？当他们遇到麻烦，遇到不公平，甚至被人占了天大便宜的时候，事情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钱能要回来就要不回来就走法律途径。但是他的心里绝对不会添一丝一毫的恨意，他会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全当这是我前世欠他的，今天他拿走了，老天爷就在我的账本上给我划掉了一笔，我无债一身轻了。当你能用这种坦然认账，绝不生出心怨气的心态去面对晚年的波折，你的因果链条啪的一声就在这里彻底断掉了。当一个人连最大的委屈都能咽下去，连最难还的恶债都结清了的时候，他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告诉你们，最直接的变化就是你身边的亲情友情，甚至很多走动了几十年的老关系突然就变淡了，甚至彻底断了联系。很多老人家一遇到这种事，心里就发慌，觉得是不是自己老了没用了，别人嫌弃自己了，是不是人情太冷暖，世态太炎凉。我跟你们讲，千万不要这么想，晚年关系的退场往往不是因为别人无情，而是因为维系你们之间纠缠的那根讨债的绳子被你亲手给解开了。我认识一位刘阿姨，今年快70岁了，她有一个亲妹妹，可是姐妹俩整整30年形同陌路，连过年都不通一个电话，这是怎么结下的仇呢？30多年前，刘阿姨还是个30出头的年轻媳妇，那时候妹妹要结婚买房，男方家里条件差，凑不够钱，刘阿姨心疼妹妹，不仅把自己家底掏空了，还厚着脸皮去婆家借了一大笔钱给妹妹垫上。为了还这笔饥荒，刘阿姨自己家里过了好几年勒紧裤腰带的苦日子，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按理说妹妹应该感激她一辈子，可是人心往往是最难测的。后来妹妹两口子做生意发了财，不仅对当年借钱的事轻描淡写，甚至有一次在亲戚聚会上，妹妹为了显摆自己，竟然当众嘲笑刘阿姨，说我姐这个人啊，就是一辈子没胆子没见识，活该她过得穷酸。这句话就像一把刀子狠狠扎进了刘阿姨的心里，她气得浑身发抖，当场掀了桌子，指着妹妹的鼻子骂她没良心。从那天起，姐妹俩彻底断交，30年没再说过一句话。这30年里，刘阿姨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恶气，她什么都不图，不图妹妹的钱，也不图沾妹妹的光，她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等，她就盼着有一天妹妹老了，遭报应了，或者是良心发现了，能痛哭流涕地跑到她面前，给她深深地鞠个躬，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认认真真地说一句，姐，当年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诸位老朋友，你们看刘阿姨真正想要的是钱吗？不是，
他想要的是一个公道，是想要老天爷证明他这辈子的付出不是一个笑话，而他最害怕的就是自己这满肚子的委屈，到死都等不来一句道歉，那他这辈子可就真是白活了。就这样带着这份恨意和执念，时间一晃就到了前年，老母亲重病没挺过去走了。在殡仪馆的告别仪式上，姐妹俩30年来第一次碰面，外面的天阴沉沉的，亲戚们都到了，大家都在偷偷观察这对30年不说话的冤家。仪式快结束的时候，妹妹大概是看着母亲的遗像，心里也觉得有些愧疚，于是硬着头皮走到了刘阿姨面前。妹妹从高档皮包里掏出一个极其厚实的大红包，少说也有好几万块钱。她把红包往刘阿姨手里塞，压低声音说：姐，这钱你拿着，这些年你伺候妈辛苦了，我知道你日子过得不如我，算我补偿你的。刘阿姨僵在原地，死死盯着妹妹的眼睛，她耳朵里嗡嗡作响，她在等那句迟了30年的我对不起你，可是没有。妹妹的眼神里有施舍，有花钱买心安的局促，唯独没有真正的认错和悔恨。那时候刘阿姨的儿女也在旁边，气得直咬牙，在背后悄悄拽母亲的衣服，怂恿说：妈，把钱砸她脸上，当着大伙的面把她当年的丑事全抖出来，绝对不能要这施舍的钱，不能让她好过。诸位想想看，如果换作普通人，这时候必定是破口大骂，把这30年的怨气全都发泄出来。如果真这么干了，这确实解气，但是这场葬礼也就彻底毁了，而且姐妹俩这辈子的仇就算是彻底锁死了，下辈子还得碰面接着撕咬，这就是最大的考验，这就是命运摆在面前的赌桌。当时刘阿姨手里攥着那个沉甸甸的红包，手都在抖，30年的酸甜苦辣全冲到了天灵盖上。可是看着冰棺里的老母亲，再看看眼前这个虽然化着妆但也已经满脸皱纹的妹妹，刘阿姨突然觉得一阵深深的疲惫。她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恨了她30年，就为了等她一句认错。可是如果她这辈子就是不认错呢？难道我就要带着这口怨气进棺材，下辈子再来找她讨债吗？我难道还要跟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再纠缠一辈子吗？我不愿意了，我太累了。就在那一瞬间，刘阿姨深深吸了一口气，松开了紧握的拳头。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接过那个红包，她非常平静地拉开妹妹皮包的拉链，把那个厚厚的红包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她看着妹妹，声音不大，但极其清楚地说了一句话：妈走了，咱俩的账今天也算是清了，以后逢年过节也不用互相打听了，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吧。说完这句话，刘阿姨转身走出了殡仪馆。妹妹彻底愣在了原地，她原本准备了一肚子辩解和吵架的话，全被这句话死死堵在了嗓子眼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事后刘阿姨跟我说，走出殡仪馆大门的那一刻，她觉得压在胸口30年的一块大石头突然就化了。那天晚上，她睡了这30年来最踏实最安稳的一个觉。她终于明白自己再也不需要用恨她来证明自己是个好姐姐了。诸位老朋友，你们听懂了吗？咱们很多老人家心里往往锁着几件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要么是当年兄弟姐妹分家产占了你的便宜，要么是老伴年轻时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心里憋屈啊，你非要争个对错，非要等人家给你一个交代，非要一个公道。在佛法里，
这就叫做法执。你死死抱着这个理而不放，等于把自己关进了一座无期徒刑的牢房。你们以为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只有靠爱才能维系吗？大错特错。这世上把两个人死死捆在一起，生生世世纠缠不休的绳子，往往不是爱，而是恨，是你心里的不甘心，是你日日夜夜追讨的那句对不起。你每天都在心里骂他，每天都在想他什么时候遭报应。你的念头就像一根带刺的铁链，死死拴在人家身上，你怎么可能解脱呢？什么叫真正的缘分交割？真正放下一段恩怨，不是非得要求大家坐在一起喝杯茶，抱头痛哭，上演一场大团圆，也不需要那个伤害过你的人必须痛改前非，低头认错。真正的放下，是只要你自己心里不再死死等着那句迟到的对不起了，这段因果就结束了。当你不去追讨公道，当你在心里把这件事主动翻篇，当作是被路边的野狗咬了一口，你这边一松手，那根绑着你们的绳子自然就脱落了，绳子断了。这个人以后过得是好是坏，他道不道歉都再也牵动不了你的情绪，他在你的生命里就彻底退场了。这就叫因果清账，这就叫救援交割。讲到这里，很多老朋友心里肯定在犯嘀咕，难道只要我不去记仇，不去要那个公道，我下辈子就真的不再轮回受苦了吗？这生死簿的机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今天就把这层窗户纸给你们捅破。你们要晓得，佛法里讲，决定你下辈子去哪里的，从来不是阴曹地府的阎王爷，也不是哪位高高在上的神仙，而是你自己生死簿上写名字的那管毛笔，其实一直就握在你自己的手里。而决定你来世去向的，其实是生死簿上的一种极其特殊的墨水。如果你弄不懂这个墨水究竟是用什么熬成的，哪怕你天天做好事，下辈子的账单依然会找上你。那这墨水究竟是用什么熬成的呢？就是用你心里的执念熬成的。什么是执念？就是你的怨气，你的不甘心，你非要管别人闲事的控制欲，还有你天天算计着谁欠了你多少的心眼。只要你心里有这些东西，那墨水就是源源不断的，永远也用不完。有些老人家常常跑来跟我讲，我退休以后天天在家里磕头念经，逢庙必拜，遇到路上有乞讨的我也给钱，我做了这么多善事，我下辈子的名字肯定已经从生死簿上抹掉了吧？我听了只能摇头。你表面上是在念经做善事，可是你一回到家，看到儿子儿媳妇没按你的规矩办事，你马上就拉下脸来，大发脾气，恨不得整个家都得围着你转。给女儿带了几天孩子，就在心里暗暗算计，觉得女儿没给你买礼物，不懂得感恩，逢人就诉苦，说自己是个免费的老妈子。你们仔细想想看，你嘴里虽然念着佛，可你的心里时时刻刻都在要求别人回报，时时刻刻都在拿一根无形的绳子拴着你的儿女。只要你心里还有这种控制欲，只要你还觉得我付出了你就必须听我的，那么这生死簿上的墨水就永远干不了。你做的那点善事顶多是让你下辈子换个稍微好点的人家，但你心里的怨气和算计依然会把你的名字清清楚楚深深刻刻地写在下一世的账本上。哪怕换个壳子，换个身份，这辈子的恩怨还是会被原封不动地带过去，凑在一起再演一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念了一辈子的经，脾气却一点都没改，最后还是在轮回里打转的原因。
那么真正走到大清藏的人，当生死簿上的名字开始变淡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绝对不是你突然有了什么法术，也不是你晚上睡觉能看见菩萨，而是你的心里会出现一个极其明显的变化。你开始害怕欠债，尤其害怕给别人留下新的债。你们仔细对照一下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去买菜，因为几毛钱能跟小贩吵得面红耳赤，非要占点便宜才觉得这趟街没白逛。现在呢，你宁可自己多出点，也绝不愿欠别人半分钱。以前亲戚朋友帮个小忙，觉得理所当然，现在只要别人对你有一丁点好，你心里就觉得是个极大的负担，总想着赶紧还回去，不仅要还，甚至还要加倍还回去才安心。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因为你潜意识里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这辈子的大账快要结清了，你千万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再去招惹是非，再去欠下还不清的人情债。你不仅害怕欠钱欠人情，你更害怕欠下情绪的债。你不再随便发脾气了，因为你知道骂人一句就结下了一个恶缘。你不再强求儿女凡事都顺从你了，因为你知道强扭的瓜，哪怕这辈子凭着长辈的威严扭下来了，下辈子还要接着还人家的自由。你每天都在做一件事，清清白白的做人，干干净净的了结，把跟周围人的账一笔一笔的算清，绝不给任何人留下继续纠缠你的借口，也绝不给老天爷留下在生死簿上续写的理由。当你的心境走到这一步，当你的怨气散了，不怕吃亏只怕欠债的时候，老天爷就知道你这个人的火候终于到了。就在这个时候，命运会交给你一项这辈子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场大考。很多老朋友到了晚年回首自己这一生，常常会偷偷摸眼泪。他们觉得自己这辈子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窝囊气。年轻时被长辈规矩压着，成家后被夫妻矛盾折磨着，老了还要为儿女操碎了心。大家常常在夜里叹气，问老天爷，为什么我的命就这么苦？为什么别人家都能和和美美的，偏偏我这辈子要泡在黄连水里？诸位老朋友，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老天爷让你这辈子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委屈，绝对不是因为你命贱，更不是白白让你受折磨的。老天爷是在历练你，他让你见识了人世间最难熬的苦，是为了让你在这辈子走到大清藏的时候，有足够的承受力和见识，去接下一项极其伟大的任务，那就是让你成为你们整个家族的亲藏人。什么是家族的亲藏人？你们想想看，咱们很多家庭里是不是有一种代代相传的病？比如婆婆当年恶狠狠地折磨儿媳妇，等这个儿媳妇熬成了婆婆，她又用同样恶毒的手段去折磨自己的儿媳妇。上一代亲兄弟为了争一点家产，打得头破血流，到了下一代，堂兄弟之间依然像仇人一样互相算计。这就像是一个滚雪球的恶缘，这种互相伤害的习惯在家族里一代一代的往下传。而那个被命运选中的亲藏人，就是那个看透了这一切的人，他心里下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决心，这种痛苦，这种仇恨必须停在我这里，我宁可自己把这杯苦酒咽下去，也绝不让它再流到我儿女的肚子里。为了让大家明白这种把恶缘掐死在自己手里的力量有多震撼，我给诸位讲一段三国时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三国末期天下大乱，当时的晋国和吴国是死对头，两国在边境上陈兵10万，
天天都在厮杀。晋国的主帅叫杨虎，吴国的主帅叫陆抗。诸位，在战场上两军对垒，那是真正的你死我活啊！两边将士的手上都沾满了对方亲人兄弟的鲜血，这种仇恨比咱们平时家里吵个架，亲戚借钱不还，不知道要生多少倍。按照常理，这两个主帅心里最大的欲望肯定是把对方千刀万剐，建功立业。可在这个充满猜忌、血肉横飞的绞肉机里，杨户和陆抗却做出了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选择。杨户带着晋国大军在边境，他怎么做呢？他发现吴国的老百姓或者士兵越界了，他不杀，反而让人好好送回去。吴国的将士被俘虏了，想要回家的，杨户发给路费让他们走。两军甚至在同一片地方打猎，杨户的手下如果不小心射中了吴国人先发现的猎物，杨户马上派人毕恭毕敬地把猎物给吴国送过去。杨户这是在干什么？他是在释放善意，他不想让这场战争变成充满下作手段的无底洞。而吴国的主帅陆抗呢，也是个绝顶聪明、心胸极其宽广的人，他看懂了杨户的意思，于是也下令吴国军队绝对不许搞暗杀，不许抢掠晋国的百姓。这原本不共戴天的两国边境，硬生生被这两个人变成了一个讲规矩、讲道义的地方。但这还不是最惊心动魄的，最惊心动魄的戏演发生在一场大病上。有一次，吴国的主帅陆抗生了一场极其严重的重病，卧床不起，连气都喘不匀了。晋国的杨户听说后，竟然找人专门熬制了治这个病的汤药，派使者端着这碗药送到了敌军的大营里，说是给陆抗治病的。这一下，吴国大营里全炸开了锅，所有的副将谋士全都扑上去拦住那碗药，大声劝阻陆抗：大帅，千万不能喝啊！杨户是咱们的死敌，他恨不得咱们吴国马上灭亡，这药里肯定下了剧毒，他这是要兵不血刃的毒死您啊！你们把自己带入到陆抗的位置想一想，在那个兵荒马乱、尔虞我诈的年代，谁敢喝敌国主帅送来的药？如果喝了被毒死，不仅自己命没了，国家的大门也就彻底敞开了，这就是生死存亡的豪赌。可是陆抗靠在病榻上，看着那碗冒着热气的汤药，他笑了，他毫不犹豫地推开那些拼命阻拦的部下，端起那碗药，扬起脖子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他擦了擦嘴，看着满帐篷吓得面如土色的部下，只平平静静地说了一句话：你们懂什么？杨户岂是那种下毒杀人的小人？诸位老朋友，这就是格局，这就是顶级的青藏人。这碗药喝下去，陆抗不仅病好了，而且两国的边境在此后好几年里没有发生过一次恶性的屠杀。两个身处在最恶劣、最危险的因果仇恨里的人，用极大的定力和对彼此的信任，硬生生停住了那辆即将碾碎无数家庭的战车。后来他们两人去世的时候，边境两边的百姓，不论是晋国人还是吴国人，全都跑到街上痛哭流涕。咱们今天讲这个历史故事，不是让诸位去带兵打仗，咱们回到家里的柴米油盐，回到你们那些解不开的家庭恩怨里，在佛法里面，这叫做发菩提心，用咱们大白话讲，就是发大善心，发慈悲心。什么是家族里的青藏人？当你遇到一个蛮不讲理的婆婆，受尽了委屈，按照世俗的规矩，你心里的怨气发泄不出来，你就会不知不觉地把这种尖酸刻薄
发泄到你自己的儿女身上，或者教唆你的儿女去恨他们的奶奶。如果你这么做了，那么这个家族互相折磨的因果链条就顺着你完美的传递下去了。可是如果你能像故事里的杨户和陆抗那样，站在这个仇恨的悬崖边上，猛地一拍大腿，心里说，不行，我这辈子受过的这种钻心的苦，我绝不能让我的孩子再尝一遍。你选择了把委屈咽下去，你选择了在这个家里不翻旧账，你选择了用温暖和宽容去对待下一代，不去干涉他们的婚姻，不去勒索他们的孝顺。你这就等于是在战火纷飞的边境上端起了一碗化解仇恨的药。你凭着自己一个人的血肉之躯，把整个家族几十年的恶业死死地挡在了你的门外。这才是老天爷给你派下的最终考卷。你不是在这个家里最没用的人，相反，你是这个家里最了不起的天选亲长人。你不把受过的伤传给后人，你身上的业障就彻底消除了，也就彻底干涸了。可是啊，老朋友们，道理咱们都听得热血沸腾，可是一回到现实生活里，一坐到饭桌上，一接到那个不懂事的儿女打来的电话，很多人这火气蹭的一下就又上来了，几十年的老脾气根本控制不住啊。咱们到底该怎么在这个日常生活里去当这个亲丈人呢？诸位啊，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轮回是死后才发生的事。我告诉你们，真正的轮回根本不用等到下辈子。你仔细看看你现在的日子，你跟老伴吵架，是不是这30年来每次都是因为同一类事情起头？每次他说的都是那几句废话，你也每次都回敬他同样难听的话，最后两个人每次都是摔门冷战。这就叫轮回。你们几十年在家里反反复复上演着同一个剧本，在佛法里这就叫习气。说白了，就是你那个条件反射的坏脾气。只要你顺着这个老脾气去发作，这场轮回的旧戏就永远唱不完。要打破它，不在别处，就在你下一次快要发火的那一瞬间。我认识一位老刘，今年70岁了，是个一辈子都极其爱面子、脾气很倔的老父亲。他家里有个女儿，35岁了，一直在大城市打拼，就是不结婚。老刘觉得这件事简直是在戳他的脊梁骨，他觉得自己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每次过年过节女儿回家，饭桌上本来好好的，老刘总是忍不住要敲打女儿几句，接着必然演变成互相大吼大叫的战场。老刘最怕什么？他最怕亲戚们在背后的闲言碎语。他最想要什么？就是强按着女儿的头，让她像个正常人一样赶紧成个家，好保住自己这张老脸。有一年春节，家里的亲戚聚在一块吃年夜饭，饭桌上有个平时就嘴碎的亲戚，喝了2口酒，故意当着一桌人的面，皮笑肉不笑地问老刘的女儿：哎呀，闺女啊，你这都30好几了，再不找对象，好男人可都被挑光了。你爸为了你的事头发都愁白了，你也太不懂事了。这话一出，饭桌上的空气瞬间就冷了。女儿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她手里的筷子往桌子上重重一拍，眼看着就要掀桌子大吵一架了。按照过去30年的老剧本，这个时候老刘会怎么演？他100%会觉得亲戚说到了自己心坎里，他会顺着亲戚的话转头指着女儿的鼻子骂。长辈说你2句怎么了？你还有脸摔筷子？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痛快话，以后就别叫我爸。如果老刘真这么干了，父女俩这辈子就算是彻底结下了解不开的冰疙瘩，这就是旧戏重演。
这就是业力的轮回。可是就在那一刻，戏眼出现了。老刘看着女儿气得发抖的肩膀，看着亲戚那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嘴脸，他心里突然一阵刀绞。他突然意识到，我生下这个女儿难道是为了拿她去向这些外人交差的吗？我这几十年逼她骂她，到底是为了她好，还是为了我自己那点可怜的面子？一想到这些，老刘把那句已经在嘴边转了10000遍的脏话硬生生地咽了下去。他破天荒地端起酒杯，直接站了起来，像一堵墙一样挡在女儿前面。他看着那个亲戚，声音不大，但极其沉稳地说，他自己一个人过得挺高兴，这就足够了。缘分的事老天爷都没催，咱们急什么？我不催他，你们以后也别再替我操这份心了。来喝。一句话说完，整个饭桌鸦雀无声。那个亲戚尴尬地举起杯子碰了一下，再也不敢多嘴了。而坐在身后的女儿彻底愣住了，她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但这次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她根本不敢相信，那个一辈子只顾面子的专横父亲居然会站出来保护她。那天晚上吃完饭，女儿一句话没说，默默地走进厨房，帮老刘把所有的碗筷洗得干干净净。这是父女俩为了催婚吵翻天以来，这10年来女儿第一次主动在家里干活。老刘确实丢了在亲戚面前的所谓面子，但他知道自己把那几句伤人的台词换掉之后，父女之间那场互相折磨了几十年的烂戏终于杀青了。有些业力就在他闭上嘴的那一刻彻底停在了他这里。老朋友们，你们看，斩断因果，哪里需要你去深山老林里修仙，它就发生在你家的厨房里、饭桌上。当命运把同一座戏台重新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就看你还会不会说出从前那句台词。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4个方法，你们回去以后就照着这4条去练。第一，管住你那句脱口而出的话，你们回去好好留意一下，每次家里有矛盾，你急眼的时候最爱讲的那句口头禅是什么？是不是我都是为了你们好，或者是这个家没我早散了？我跟你们讲，这2句话背后藏着极深的控制欲，这就是点燃轮回的引火线。下一次当你看到儿女做事不如你的意，那句话又冲到嗓子眼的时候，你千万要死死地咬住舌头，闭上嘴，你不接话，那个业力的火苗就烧不起来。第二，吃亏的时候该认账，但心里千万别添恨。到了晚年，遇到亲戚借钱不还，或者在外头遇到了不讲理的烂事，事情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该报警报警，该讲理讲理，但是你的心里绝对不能气急败坏的去咒骂人家，更不要天天逢人就诉苦。你要在心里把这件事当成是老天爷在帮你消账，你心里不恨，这笔账结了就真的结了，你心里一恨，下辈子还得连本带利的接着还。第三，别再是等那句迟来的对不起。咱们前面讲过，很多人心里憋屈，是因为几十年都没等到老伴或者长辈承认一句当年是他错了。你要知道，有些人到死都不会认错的，你不要等了，主动权在你手里，你自己主动在心里，给这件烂事画上一个句号，那根绑在你们身上的绳子就彻底断了。第四，也是最难的一关，你要熬过那阵没用的空虚感。什么是空虚感？比如你一辈子都在替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擦屁股，有一天你突然狠下心，看他惹了祸也不去替他背债了，看着他焦头烂额，你的心里会极度难受，你会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失去价值了，没用了。诸位，这在佛法里叫体验无我，你一定要忍住这种巨大的失落感，千万不要被你那个老好人拯救者的旧身份给绑架了。你只要咬牙熬过这阵空洞，不插手，这旧剧本才能换上新结局，儿女也才能真正长大。这4件事，只要你们能在生活里做到生死簿上的下一页，就再也找不到开场的理由了。好了，咱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很多老朋友在这儿听的时候热血沸腾，转头一回到家，遇到点儿烦心事，可能就又全忘了。所以我今天在最后啰嗦一遍，下面这3点你们会一定要时时记住。第一，晚年遇到波折，那是老天爷在帮你清旧账，做法就是以后遇到吃亏受委屈的时候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心里千万别气急败坏的生出新的怨气。你把吃亏当成是消账，受报不生怨，这条因果链就彻底断了。第二，执念散了，纠缠的恶缘就断了。做法就是别再死死等那句迟来的对不起，也不要非去争个公道，把事情理清，在心里主动放过自己，全当被野狗咬了一口。讨债的绳子一旦松开，你余生就彻底清净了。第三，打破几十年的老脾气，家里的轮回就停了。做法就是下次家里再因为老问题要吵架，你忍不住又要说教的时候，死死闭上嘴，换一个你从来没做过的选择。你不接着往下演，这段互相折磨的旧戏就唱不下去了。老朋友们，生死簿上的名字不是被谁强行抹掉的，而是你自己放下了执念，停下笔，不再往下续写了。如果你觉得老头子今天讲的这番大白话让你心里敞亮了，解开了疙瘩，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支持这份善念继续在世间流通。同时我希望你们能把今天把这篇提醒转发给亲戚朋友，就是在帮一个正被旧怨死死困住的人解开心结，让他少造新业，少受点折磨。这本身就是一场极大的法布施，这就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攒极其深厚的福报。最后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评论区里留下2句善言。你可以写愿旧账止于此生，清净无欠，也可以写愿善念护佑家宅，不把苦难传后人。这不是让你随手留几个字，当你在敲下这几个字的当下，你就是在自己的心田里种下了一个干干净净慈悲为怀的善念。你们仔细想想看，当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小小的屏幕底下一点点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的心连在一块儿，那形成的正向能量场威力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你在今天写下的这句祈福，这股清净温暖慈悲的磁场最终都不会落空，它们全都会回向到你自己身上，回向到你的儿女和每一个家人的身上。